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锁住权力这头野兽，除非那个野兽喂一块更大的肉。华盛顿在回老家种地前，像个操碎了心的老父亲，留下了2条忠告：第一，要尽量和世界上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和贸易关系，对于结盟一定要谨慎；第二，不要党争。结果很明显，老头子前脚刚走，后脚这帮开国元勋就把他的遗嘱当成了厕纸。一直到1787年的制宪会议，美国基本是没有政党的。但是为了推动宪法的通过，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开始写文章支持宪法。写着写着，汉密尔顿周围就围上来一群追随者。后来这些人就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，叫联邦党人。这是一群波士顿的船王、纽约的银行家、费城的律师，他们穿着丝绸，喝着马德拉酒，眼神里透着精明。他们的主张是，国家必须由精英统治，老百姓懂个屁，把钱集中起来，我们要造大船，开大炮，建大帝国。左边则是写独立宣言的杰斐逊，称为民主共和党，是满手老茧的农夫、欠债的小店主、边疆的拓荒者。他们穿着粗布麻衣，嚼着烟草，眼神里透着愤怒。他们的主张是去你的大政府，华尔街的吸血鬼滚远点，这是我们种地人的国家，我的地盘我做主。1800年美国总统大选就是人类选举史上的脏话百科全书。如果你觉得现在的美国大选互喷已经很极限，但在老前辈面前，他们还要低下头做人。杰斐逊阵营是怎么骂亚当斯的？他们雇佣了写手，在报纸上公然写道：亚当斯就是一个令人作呕的阴阳人，他既没有男人的力量，也没有女人的温柔。他想在美国当皇帝，他想把你们的儿子抓去给英国人当炮灰。亚当斯阵营自然立即回击杰斐逊，他们恐吓美国的家庭主妇们：如果杰斐逊这个无神论者当选，你们赶紧把家里的圣经藏到井里去，因为他会把所有教堂烧光。还有，这个伪君子是个淫棍，他在弗吉尼亚的庄园里搞了一堆黑白混血的东西。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市井酒馆里，两派的支持者一言不合就拔枪互射，报纸上每天都在刊登关于总统的私生活，老百姓惊恐的囤积枪支，以为第2次内战明天就要爆发。这场厮杀的结果是惨烈的，联邦党随着灵魂人物汉密尔顿的去世迅速脑死亡，到了1824年彻底灰飞烟灭。但他的大政府基因其实被后来的共和党吸收了一部分，而胜利者民主共和党在失去了敌人后，立马开启了内斗模式。1825年，他咔嚓一声裂变成了2个物种，一个是民主党，一个是国家共和党。到了1854年，为了对抗民主党，又分裂出了今天的共和党。华盛顿最恐惧的噩梦成真了，党派不仅没消失，反而像病毒一样变异进化。它带来结党营私和效率低下，凡是对手赞成的，我必反对，纯粹为了斗而斗。但也意外带来了2个好东西，第一个是全方位无死角的监管，两党时时刻刻拿着放大镜找对方的缺点，对方撒泡尿我都觉得他在憋坏招。第二点就是可以舒缓老百姓的负面情绪，有时候执政党事情做错了下了台，老百姓觉得解气，就不会对政府平稳运作造成太大的伤害。在党争的混乱中，诞生了美国历史上最精彩的一场权力盗窃案。1800年，联邦党总统亚当斯败选，在下台前最后几个小时，他决定恶心继任者一把，借着灰暗的烛光，突击签署了42个自己人当法官，史称午夜法官。结果忙中出错，直到亚当斯卷铺盖走人，还有17张委任状忘发了。继任的总统杰斐逊进屋一看乐了，对着国务卿麦迪逊下令全给我扔进垃圾桶。这下惹恼了一个叫马伯里的倒霉蛋，本来官帽都快戴上了，结果被扔进了废纸堆。他不服，一纸诉状把麦迪逊告到了最高法院，要求法院下令强行发证。此时坐在审判席上的首席大法官马歇尔瞬间陷入了一个必死之局。这位马歇尔其实也是前总统亚当斯的人，他面临着2个死局。第一是判马伯里赢，下令让政府发证，总统杰斐逊绝对不会听，最高法院手里没枪没钱，判决变成一张废纸，法院微信扫地，以后谁还拿你当回事？第二是判马伯里输，承认政府可以不发证，这就是向总统下跪磕头，承认司法是行政的走狗，法院还是微信扫地，横竖都是死，怎么破？马歇尔冥思苦想半个月，竟然在绝境中打出了一套神奇太极拳，同时也决定了日后最高法院在美国的地位。他在判决书里先是骂总统，表示马伯里你受委屈了，政府不给你发证是违法的，你有权利拿到这个官，但是我帮不了你，因为你用来起诉的那个司法条例赋予了最高法院直接管这事的权利。然而经过我仔细研究，这条法律违背了宪法，宪法最大，国会的法律算个球，所以我宣布那条法律作废，依据那条法律提起的诉讼，我也就没法管了。马歇尔表面上是在说我管不了，让马伯里滚蛋，送了总统杰斐逊一个面子，但实际上他借着废除一条不起眼的法律，不动声色地确立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原则，就是解释宪法和废除国会法律的尚方宝剑从此归最高法院所有。在马歇尔之前，最高法院就是个小透明，最初设计首都华盛顿的时候，甚至都没给最高法院留个像样的办公楼，法官们只能在国会大厦的地下室里挤着办公，地位还不如国会的一个传达室大爷。但马歇尔这一招司法审查权确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以前的逻辑，国会代表民意，总统代表执行。如果国会通过法律说禁止吃猪肉，那全国人民就不能吃。
以后的逻辑，国会说禁止吃猪肉，总统签字了，但这事儿没完，只要有一个肉贩子不服，告到最高法院，这9个没经过选举、终身任职的大法官，只要有5个人举手，就可以冷冷地说一句：这条法律违宪，作废。瞬间，几百名议员几个月的吵架，几千万选民的投票全部清零。美国从此进入了法官治国的时代，最高法院不再是法律的解释者，而是最终的立法者。它变成了悬在民主头顶的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，5个法官的票比1.5亿选民的票更管用。马歇尔偷来的这把尚方宝剑，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总统。在美国历史上，无数次总统想要无法无天的时候，都是被最高法院按在地板上摩擦的。1974年水门事件，尼克松总统为了掩盖丑闻，死活不交出白宫的录音带。他咆哮道：“我是总统，我有行政特权，我不交。”官司打到最高法院，那时的8位大法官，他们一致判决：总统先生，在法律面前，你和平民一样，给我交出来。这就是马歇尔的遗产，他给所有不可一世的总统戴上了紧箍咒。无论你多狂，只要最高法院敲了法锤，你就要给我低下头做人。在美国的社会层面，才是对普通人影响最大的。美国社会的每一次巨大变革，往往不是通过国会立法的，而是通过最高法院的判决来一锤定音的。1954年，南方白人不想让黑人进学校，国会也不敢管，是最高法院通过布朗案强行命令隔离，就是违宪，必须废除。为此，美国政府甚至派军队护送黑人学生上学。但美国的最高法院也做了不少混蛋事，因为权力这东西一旦没有了制约，它既能成为守护天使，也能瞬间变成吃人的恶魔。马歇尔赋予了最高法院最终解释权，但这并不代表这9个老头老太太永远是对的。1857年德雷德斯科特案，这是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最臭名昭著、最黑暗的判决，也是影响最大，没有之一。黑人奴隶斯科特跟着主人在自由州生活了好几年，主人死后，他起诉要求获得自由。既然我已经在自由的土地上生活了，我就该是个自由人。当时的首席大法官罗杰·坦尼为了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奴隶制争端，写下了一段足以让后世唾骂1000年的判词。第一条是黑人不是人，是财产，他们没有资格成为美国公民，所以没资格在法院起诉。第二，黑人没有任何白人必须尊重的权利。第三，国会禁止在某些地方蓄奴的法律违宪，因为这侵犯了白人拥有财产的权利。这个判决本来是想平息争端，结果直接把美国炸了。3年后，南北战争爆发，60万美国人死于内战，最高法院用一张纸把国家推向了血海。